我出狱时，10几辆豪车停在监狱门口，几百个兄弟见到我，齐齐跪下：“龙哥！”他们打开领头的劳斯莱斯车门，求我回去主持大局。我转头离开，留下一句话：从今以后再无过江龙。15年前，我在江边一个人，一把刀独战1000人，血染半条江，世人尊我为过江龙。直到女友大着肚子来监狱看我，她说我要当爸爸了，因为杀过人，没有单位愿意要我。我又想和15年没见的女儿处好关系，正好听老婆抱怨食堂老板很坏，常给孩子臭肉吃，举报了好几次也没用，我就在学校门口摆摊卖盒饭。因为物美价廉，等放学了，很多学生愿意买我的盒饭。女儿诺诺并不是我幻想的乖乖女孩，她小小年纪就染了发，戴着耳钉，和一群姐妹混在一起。一见到我，她那些姐妹们就咯咯笑：“那不是你坐过牢的爹吗？”我一言不发。她一个红发姐妹嘲笑：“叔叔，听说你当年偷废品，结果挖断了电缆，被判15年，你怎么这么倒霉啊？”诺诺只觉得丢人，她快步走到我面前，恳求地和我说：“你能不能别再来丢人了？你害我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。”我递给她一份盒饭，温柔地说：“你妈说你抱怨食堂不好吃，这里都是你爱吃的菜，你滚啊！”诺诺把盒饭砸在了我的身上，她气得浑身发抖，对我说：“你别丢人了呀，从小你就因为这么窝囊的罪名入狱，害我当一个没爹的孩子受人欺负。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一帮兄弟姐妹，你还要来丢我的脸？”那红发女孩笑着说：“叔叔，你没考虑过上诉吗？我干哥哥把人腿打断了，才判3年，你偷个废品坐15年，笑死我了。”他们又是一阵狂笑。我真正的罪名，老婆从来没告诉孩子，不能让人知道她是过江龙的女儿，否则引来仇家无数。我擦去脸上的饭菜残渣，轻声说：“坐牢不是光荣的事，你们应该好好读书。”我又拿出一份盒饭，递给诺诺。她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有你这样窝囊的爹，才是最丢脸的事。”诺诺扭头就走，她的小姐妹们又是一阵嬉笑，才跟上她。可就在这时，食堂老板带了一群人，急匆匆地朝我走来。他拿起我给诺诺准备的盒饭，狠狠砸在了地上，指着我的鼻子痛骂：“狗娘养的，跟我食堂抢生意是吧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你再敢来这卖盒饭，老子弄死你！”所有人都将目光看过来，诺诺也是。我蹲下去捡地上的盒饭，小声说了句对不起，我这就走。食堂老板一脚踹在了我的身上，怒骂：“老子是不是跟你说第2次了？”我被他一脚踹翻。那红发姑娘看见了，连忙和诺诺说：“你看，你爸被人打。”诺诺死死地看着我，握紧了拳头。我知道他是期待我能还手，可我不会再打架了。我诚恳地和食堂老板说：“老总，我们都是卖15块一份套餐，没比你便宜，怎么能算抢你生意呢？孩子们只是想吃点好的。”他冷笑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我食堂饭菜不好呗？老子看看你的菜有多好。”这群人领头的是个壮汉，一听食堂老板的话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摊子，直接掀翻了，几大盘菜散落一地，全都泼在了我的身上。老板蹲下身，他抓住我的头发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王八蛋，10几个家长盯着举报都没搞到我，你现在想来搞我？知不知道我认识多少道上的人？”我诚恳地说：“老总，你要是看我的摊子不顺眼，我离远点，好吗？”我的退步引起了诺诺的不满，他咬牙切齿地对我喊道：“懦夫，你真怂！”在他喊出来之后，那红发姐妹却赶紧捂住了他的嘴。果不其然，食堂老板回过头，恶狠狠地瞪了诺诺一眼，把他身边那些兄弟姐妹吓得躲进人群里，不敢站在诺诺身边。对于这些小流氓小太妹来说，欺负一下老实人还行，可一旦面对社会上的人，他们马上就变怂了。食堂老板冷声说：“想走有那么容易吗？先讨论一下赔偿的问题。我听说你每天都能卖300份盒饭，也就是说，你害我每天损失300个客人。我单价15元，一天4500，你摆了10天，总共4万5，马上给钱。”我愣了，我确实有卖这么多盒饭，但为了让孩子们吃好，我那是薄利多销，我自己的利润才1成。我小声说：“老总，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”食堂老板冷笑一下，转过头对壮汉说：“他害我损失了，现在他却不赔，怎么办？”那壮汉蹲下身，一把抓起了地上的青椒肉丝，他啧啧说：“卧槽，这肉丝比青椒还多，你这样做生意，你是真不怕遭报应啊！”他把青椒肉丝直接抹在了我的脸上，摁着我的头，使劲的磨蹭，辣椒汁进了我的眼睛，我痛苦的捂住脸，紧咬着牙，一声不吭。旁边的学生们看着我挨打，也是一个个群情激愤，自己卖的黑心还不让别人卖，不过这摊主真怂啊！要是别人这样对我，我早就动手了。是啊，人怂就会受欺负。我挣扎着坐起来，擦去脸上的辣椒汁，
睁开的第一眼就看见诺诺满脸失望。他呆呆地问我：“现在别人打你，你都不会还手了是吗？”食堂老板不耐烦地对诺诺说：“小姑娘，这关你屁事啊！再啰嗦一句，你信不信老子找人让你退学？”“别，老总！”我连忙握住了食堂老板的胳膊，诚恳地说：“我这就走，赔钱是吗？我拿不出全额，要不你把利润告诉我，我赔偿你利润，我认怂。”食堂老板的脸突然冷下来了，他凑近我耳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当我是白痴啊？我会告诉你我的利润吗？我生意还做不做了？”说完以后，他还不觉得解气，抬起手在我脸上狠狠扇了2巴掌。诺诺看我又挨耳光，他气得大骂：“你倒是还手啊，还要丢脸到什么时候？”食堂老板早就受够了诺诺，他不耐烦地指着诺诺，对身边壮汉说：“去，把那没教养的小娘们扯过来。”壮汉转头走向了诺诺，那红发女孩吓得连忙也躲开了，表明自己和诺诺没关系。我急了，赶紧爬起来冲向诺诺，结果食堂老板抓住了我的衣服。我穿的本来就是衬衫，他这一扯，直接把我的衬衫给扯烂了。我的纹身图案顿时展现在众人眼前。地藏王！看见我纹身的那一刻，所有人惊呼出声。那走向诺诺的壮汉也是睁大眼睛，呆呆地说：“地藏王，那不是过江龙纹的吗？”食堂老板不敢置信地伸出手，搓了搓我身上的纹身，嘀咕着说：“该不会是纹身贴吧？”他用力搓了2下，搓不掉。当他发现这纹身是真的，他笑喷了：“你一个摆摊卖盒饭的，你敢纹过江龙的地藏王？”壮汉担忧地说：“该不会就是过江龙吧？我听说他最近出狱了。”食堂老板翻了个白眼：“远大集团的董事长位置一直为过江龙空着，你觉得人家会放着董事长不当，跑来这里卖盒饭？还有啊！”他话说到一半，忽然一拳砸在了我的肚子上。我捂住了肚子，而他嬉笑着说：“你是真敢纹啊！当年过江龙1人1刀独占1000人，而你呢？你只是一个找死的废物。”他拿出手机给我拍了张照，随后他乐悠悠地说：“你完了，我把你照片发给远大集团的朋友了，他们马上过来，这下你是真死定了。”诺诺面如死灰，呆呆地看着我。他呢喃道：“你纹的什么东西啊？”我挤出笑容，对他说：“你先回家。”突然，诺诺哭了，他大哭着说：“你一个偷废铁的，你往身上纹什么地藏王啊？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很多人冒充过江龙招摇撞骗，都被远大集团的人给灭了，你快跑啊！”我傻傻看着诺诺，他是在关心我吗？就算嫌弃我是个窝囊的父亲，他也不希望我会出事。看到他关心我，我心里的这份愧疚愈发强烈。食堂老板一把抓住了我，他摇头晃脑地说：“别想跑，本来我只是想教训你一顿，谁知道你自己活得不耐烦了。”他正说着，忽然他的手机响铃了，他拿起手机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喂，哥，哈哈，这家伙那么邋遢，是被我打的，你要过来吗？”等会儿，你说什么？他忽然睁大眼睛，呆呆地看着我。等他挂了电话，吞了口唾沫，傻傻地说：“远大董事会要来。”刹那间，全场惊呼。壮汉不敢置信地问：“你认识他们？”食堂老板说：“那种级别的大人物，我怎么可能认识啊？但他们刚才来电话了，说马上就到。”壮汉一阵感慨：“忠义啊，只是冒充他们大哥，竟然会引得他们全部出动。”食堂老板冷冷地和我说：“我看是因为过江龙的威严，容不得阿猫阿狗挑衅，狗娘养的东西，你马上知道死字怎么写的了。”诺诺已经急崩溃了，他不顾食堂老板刚才的威胁，跑到我的身边，狠狠推了我一把。他哭着说：“快走啊！你已经害我妈等了你15年，你还想让她变寡妇吗？走啊！”我看着崩溃的诺诺，心里又是一阵愧疚，都怪我混账，让他们母女受了15年的苦。诺诺哭着跟食堂老板说：“别叫人来好吗？他只是一个偷废铁的，他根本不知道过江龙。他15年前不懂事，挖断电缆入狱了。他入狱的时候还没听过那位大人物的故事，他不是故意模仿，只是巧合了。”偷废铁的？食堂老板一愣，随后又是嘎嘎大笑，笑死我了，因为偷废铁入狱了。还有比这更窝囊的吗？诺诺满脸屈辱，但他还是牵住了我的手，拉着我往外走。老板立马带人拦住了我们的路，他冷笑着说：“想走，有这么容易吗？远大早就放出话了，谁要是再敢纹地藏王，就是公开和他们作对。”诺诺哭了，都说了，他是10几年前就纹了。食堂老板嬉笑着说：“无论他是不是被冤枉的，我都不在乎。狗娘养的，你今儿要是死了，下辈子记得别抢人生意。”眼看着我们被团团围住，诺诺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他着急地看向自己那些兄弟姐妹，崩溃地说：“
你们不帮忙吗？那群人不敢说话，红发姑娘开口了，我们和你关系很好吗？诺诺愣了，她忍不住说，我们拜过把子啊。红发姑娘摇头说，如果你真是好姐妹，这种时候就别扯上朋友，惹这么大难还要把我们拉下水，你不配当我们姐妹。她一开口，那些小流氓小太妹都来理了。对啊，你想让我们送死，你还有脸说我们拜过把子吗？平时打打闹闹也就算了，谁真的陪你送死啊？我可惹不起远大。诺诺着急地说，我没有要你们和远大作对，只求帮帮忙，让我们走好吗？他的朋友们都不言不语。我知道此时此刻诺诺心中的世界孤寂他了，可我只有心疼。入狱15年，我知道诺诺这些年肯定受尽了欺负，他只是不想再被欺负了，所以才和这群混混嬉戏打闹，结拜组团。情急之下，诺诺想要冲开人群，可他娇弱的身躯又怎么可能是这些人的对手？食堂老板不耐烦地抬起手，狠狠朝着诺诺扇了过去，怒骂，小娘们，你安静点不行吗？那耳光还没扇在诺诺的脸上，被我抓住了。食堂老板愣住了，他不敢置信地说，怎么？难道你还敢还手？我说，我早已不打架了。他狂妄地说，那你就放开。我摇头，你怎么打我，我都无所谓，但你如果碰他，我要你死。一听这话，食堂老板顿时没忍住笑了，一个卖盒饭的还敢威胁起我来了？行，不让我打这小娘们是吧？我偏打给你看。他虽然被我抓住了手，但他马上就一脚朝着诺诺踹了过去。然而我的速度更快，在食堂老板抬脚的那一刻，我已经踹在了他的另一条腿上。他顿时失去平衡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正好摔了个狗吃屎。人群里有不少人忍不住笑了。食堂老板丢了面子，他爬起身，气得对我大吼大叫，老子现在就把你废了，打断你的手脚，然后再交给远大。他话音刚落，那壮汉就带着人们冲上来了。诺诺急了，他趁着现在人群混乱，哭着对我说，跑啊！我看着冲向我的那几人，叹了口气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摸了摸诺诺的脑袋，温柔地说，你很崇拜过江龙吗？他愣了一下，啊？我轻声说，那我就打给你看。那壮汉已经冲到了我面前，举起拳头，狠狠砸向了我的脸。我没有躲避，我只是单手抓住了他的手腕，任由他怎么用力，拳头都无法前进一丝一毫。其他人一看自己大哥被压制住了，连忙都围上来，想对我进行围殴，而我只是一把举起壮汉，狠狠地砸了出去。这壮汉被砸在小弟们的身上，一连摔倒了好几个，人们惨叫连连。食堂老板急了，连忙大吼，快上啊！你们这么多人，难道还打不过一个卖盒饭的吗？诺诺一看机会来了，连忙抓住我的手就要跑，而我却没有动。他连忙说，走啊，等下远大的人到了。我说，如果我们走了，他们以后还会来找麻烦，还不如一次解决干净了。诺诺着急地说，你就别说大话了，先顾好自己吧。我轻声说，我没冒充。他愣了，疑惑地看着我。我知道，今天是瞒不下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天空忽然传来了一阵吵杂，人们疑惑地抬头看天，两架直升机正朝着这边行驶而来。直升机上印着远大集团4个大字。食堂老板欣喜若狂，他指着我，激动地说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完了，远大的人到了，今天就是你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。看热闹的人群纷纷围列两旁，那道路尽头，一辆辆劳斯莱斯迈巴赫大 G 行驶而来。诺诺看见这么大阵仗，已经开始浑身发抖。他哭着和我说，我妈独自一人抚养着我，等了你15年，她总说让我不要恨你，说你其实是个可靠的男人，但你到底哪里可靠了？给自己惹这么大的祸，我叹着气，对不起。我捧着诺诺的小脸，看他哭得歇斯底里，我的心也是撕裂一般的痛。车队停下，兄弟们下了车，一个个朝我这边走来。食堂老板连忙跑到他们身边，激动地说，老总们，就这个狗娘养的。他指着我，唾沫横飞，添油加醋地说，就他冒充过江龙。我一听那还得了，就想替远大教训一下他，谁知道他连远大都不放在眼里，还想一走了之。在场的人们都忍不住激动的议论，真是远大集团，我的天啊，这人死定了，平日里根本就见不到这群大佬，今天竟然都聚齐了，要命啊，好想上去认个干哥哥。别找死，你以为这群人是小流氓的过家家吗？就连之前和诺诺混在一起的那些小流氓，此时也是兴奋地拿出了手机，对着我们录像。这份义气的弱小让人感觉可悲又可笑。与诺诺的狐朋狗友们不同，兄弟们看向了我，而我深深叹了口气，他们都是我义薄云天的兄弟。我入狱15年，他们等了我15年，5400多天，忠心不变，只为等我出来，将一切都交给我。
本来想着不会再见到他们了，谁知道又见面了，还是在这么特殊的场合下。他们朝我走来，食堂老板还像邀功一样和他们说，我刚才为了给远大出气，真是拼了命的打他啊！看他这狼狈的模样，就是我刚才弄他弄的。诺诺眼看这群人朝我逼近，他慌了，他哆哆嗦嗦地说，各位老总，你们听我说，这是我爸，他很多年前就坐牢了，这纹身也是很多年前就有了。他回来以后，我因为讨厌他坐过牢，不愿意接近他，所以现在才第一次见到他的纹身。如果我早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警告他。诺诺越说越害怕，可他却还是挡在我的身前。他崩溃地说，我妈真的是等了他很多年，他没有招惹远大的意思，他也没有冒充过江龙的想法，求求你们放过他吧，我给你们跪下了。诺诺跪了，为了我，他跪在地上，泣不成声。我心痛的连呼吸都好难，我宁愿看他一直嫌弃我的模样，也不愿意看到他被我辜负了15年的软弱。食堂老板哈哈大笑，真跪了呀，不过我就纳闷了，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的膝盖值几个钱啊？他话音刚落，远大所有董事忽然齐齐跪下，不敢受诺诺的礼。刹那间，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他们恭敬的齐声回答。龙哥大小姐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诺诺傻了眼。也许对他来说，远大集团是他们平日里不敢多看一眼的存在，可如今董事们齐聚在此，为他效忠。诺诺回过头，眼神之中满是迷茫，他估计无法理解那个偷废铁的父亲怎么突然转换了身份。食堂老板也是脸色苍白，他惊呼道，各位老总，是不是认错了？他只是一个卖盒饭的呀。他话音刚落，手下们已经把他摁在了地上，红着眼睛怒吼，今天就是你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。食堂老板急得大叫，误会都是误会。我走到诺诺身边，将他扶了起来。诺诺站起来了，董事们却还跪着。我没发话，他们一个人也不敢动。他吞了口唾沫，傻傻地说，我是过江龙的女儿，对不起，隐瞒了你这么久。他睁大眼睛问我，15年前你一人一刀独战1000人，血染半条江的传说是真的吗？一个人到底怎么才能对抗1000人？我说是真的，等解决了这个家伙再告诉你。我瞥了那食堂老板一眼，兄弟们明白了我的意思，马上把他朝着我这边拖来。食堂老板已经吓坏了，他惊恐的大叫救命，犹如死狗一样在地上任人拖行。而那壮汉也是傻了，刚才还很凶恶的他吓得双腿发软，哆哆嗦嗦的想逃离人群。可他太害怕了，也许他曾经作恶多端，也许他曾经参与过不少恶战，可有些东西却比他曾经经历过的一切都可怕。比如我的名字。得知我名字的那一刻，他已经被吓破了胆。人在极度惊恐的时候，双腿发软是无法控制的。原本他还在逃，可那双腿越来越软，最终直接跪在了地上。他疯狂地击打自己的双腿，祈求自己能站起来，但没有用。在我面前，他已经没有了能站起来的勇气。兄弟们已经抓住了他，将他朝着我这边拖来，还有他的每一个手下。我看了一眼那红发女孩，随口说，还有那几个也带过来。先前还在羞辱我们的红发女孩愣住了，她脸色变得极为惊恐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人群都吓得纷纷后退。原本他们躲在人群之中，可在过江龙的名字下，没有人敢惹上麻烦。这群带着诺诺瞎混的兄弟姐妹们，犹如跳梁小丑一样，呆呆地站在原地。他们低着头，哆哆嗦嗦朝我走来。等停在我面前，红发女孩带着些哭腔和我说，叔叔，我刚才不是故意嘲笑你的，我就是开玩笑。诺诺，我们可是好姐妹，你快帮忙说说啊。诺诺冰冷地说，谁跟你是好姐妹了？提到这个，诺诺有些咬牙切齿。刚才我求你们帮我一次，你却对我冷嘲热讽，现在又说是我的好姐妹，我已经看透了你们每一个人。一位兄弟来到我身边，恭敬地问我，龙哥，这些家伙怎么处置？我看了看食堂老板，他吓得浑身一抖，哭着说，龙哥，不对，龙总，龙董事长，我真不知道你的身份。如果我早就知道的话，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招惹你啊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这家伙越来越害怕，裤子竟然开始变得湿润一片，吓尿了。我叹气说，我没有和你抢生意，我们的盒饭价格一样，学生们如果买你的，只需要在食堂里坐着慢慢吃就好。可要是买我的，别说不能遮风挡雨了，我这连个桌椅都没有，他们不但要走出学校，还只能蹲在路边吃，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我？食堂老板吞了口唾沫，结结巴巴地说，因为我黑心，因为我不是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说，你不知错，你只是知道自己惹到了惹不起的人，你口头上认错，只是为了逃过惩罚。一个兄弟来到破败的摊子旁，轻声说，龙哥一天能卖300份盒饭，
这到底是你打翻的，还是你掏钱买的？”食堂老板急忙说：“是我买的，我看龙哥辛苦，特意买下来的。”我问：“那还要我赔偿你吗？”老板吓得跪在地上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当然不用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既然是你买的，那你吃了吧。”他一愣，指着地上犹如小山一样高的饭菜，呆呆地说：“吃！”一兄弟怒吼：“龙哥做的不配给你吃吗？”我吃，我马上吃。食堂老板连忙爬到了饭菜旁，像狗一样趴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吃着地上的饭菜。我问：“味道怎么样？”他一边吃一边讨好地说：“好吃，比我的好太多了。”“那你吃完吧。”“啊？”老板呆呆地说：“300人分量的饭菜，我怎么吃得完？”兄弟们一听，顿时怒了：“吃不完是吧？我们帮你。”老板的头被狠狠摁进了饭菜里，他艰难的大口大口吃着地上的饭菜。我看了一眼壮汉几人，随口道：“你们不帮忙吃吗？”只是一句话，兄弟们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把他们也拖到了食堂老板身边，脑袋摁进了饭菜里。一兄弟冷冷地说：“吃吧，吃饱好上路。”简单的一句话，却把食堂老板几人都吓傻了。“老总，我们上什么路啊？”“我们在国外有矿，可那地方因为战乱和疟疾死了很多人。你们运气好的话，缺条胳膊少条腿，干满10年就能回来；运气不好的话，至少也会把你们的骨灰带回来。”食堂老板和壮汉一听，顿时吓哭了。“能不能不去呀？”“可以不去，但远大会让你们求着去的。”食堂老板急了，他跪着用膝盖朝我走来，哭着说：“龙哥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，别让他们把我送国外去。我听说过集团在国外的矿业，那边的劳工不是被炸弹炸了半个身子，就是被当地的武装分子砍掉手脚。说好了都是用当地国家的劳工，怎么能把我送去啊？我也是人啊，我只是犯了一次错误，没必要这样吧。”我说：“我听说校长是你堂哥，你被举报好几次，最后都相安无事。而且明明他们是维护权益的一方，结果就因为举报你，自家小孩竟然被退学了，有这事吗？”他吞了口唾沫，小声说：“那也怪他们自己读书成绩不行，没考上公立，来了私立学校还敢闹腾。哦，看来在你眼里，强者是可以欺负弱者的，那是不是代表着我也可以欺负你？”“龙哥！”我打断了食堂老板的话，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我叹气道：“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我知道做生意要讲利润，但对孩子们至少讲点良心。你希望我对你好点，可你对孩子们好点了吗？要不是被逼无奈，谁愿意跑出学校，坐在马路边上吃盒饭？我错了。”食堂老板还没说完，就被兄弟们拖了下去。就如同他们说的那样，他们去不去都随便，但最终远大一定会让他们主动求着去。这个时候，诺诺的那些兄弟姐妹们已经吓得浑身发抖。红发女孩哭着说：“叔叔，我们再也不敢嘲笑你了。”我伸出手摸了摸她的红毛，轻声说：“我没想过对你们怎么样，我只是想说，好好读书，不要崇拜这些没意义的东西，在学校逞凶斗狠，认一堆干哥哥，你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可到了社会上，这些坏习惯会毁了你们。”她克制不住的发抖，流泪。我说：“下次来找我女儿玩的时候，记得先把头发染回去，好吗？”她呜呜点头。这一刻，她终于压制不住心里的恐惧，软软跪在了地上。我叹了口气，自顾自收拾起了地上的摊子。我本意低调，若不是他们一直拉着我，我也没打算出这个风头。兄弟们一看我亲自动手，都急了，连忙跑来帮我整理东西。我问：“为什么大家这么怕我们？整得远大像黑道一样？”他们愣了，最后纳闷地说：“不知道啊，可能因为我们实在是太有钱了吧。”我哦了一声，整理好摊子，然后对诺诺招招手，示意他和我一起回去。诺诺跟在我的身边，他时不时看向身后，因为兄弟们还跟在我们后面，不肯离去。我将仅存的一份盒饭递给他，叹着气说：“可惜了，一开始给你准备的盒饭，我还很认真摆了爱心。”诺诺接过盒饭，他擦了擦眼泪，小声说：“我以为我们要出事了，你应该早点说你就是过江龙啊。”我问：“你很害怕，为什么还是挡在了我前面？”他哭着说：“就算我再怎么憎恨你离开的15年，你也是我爸，也是我妈日日夜夜等候的男人啊。”我笑了，帮他擦去泪水，轻声说：“过去15年是我愧对了你，以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。”诺诺走累了，他想坐在路边的石墩上，我连忙拿出纸巾，帮他把石墩擦干净。他坐下后，我又帮他泡汤递筷子，做一个父亲力所能及的事。诺诺拿着筷子问：“你当年独占1000人是怎么回事？”那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我看着诺诺的眼睛，回忆着说：“15年前，我和兄弟们创立远大集团，
我们本本分分做生意，可当初不像现在太平，当时有黑恶势力多次用武力抢夺我们生意，大家都恨透了他们，想狠狠干一场。我说兄弟们都有家庭，和黑势力分子打，只会毁了自己，还不如擒贼先擒王。诺诺吞了口唾沫，我知道，我听过你们的故事，你们受尽欺负，为了反抗抽生死签，然后你抽中了。我诚恳地和诺诺说，就是那次生死签，我担心死后不得超生，就在身上纹了地藏王，只求我佛慈悲，让我下辈子还能做人。15年前的一切，我都告诉了诺诺。我在身上绑了一层又一层的铁皮，因为不方便灵活行动，我选择将自己埋藏在仇家的沙场底下。当他出现时，他站在我头顶，我直接用刀捅穿了他的胯下。随后我不得不单枪匹马，面临沙场里所有人。我记不清自己中了多少刀，很庆幸自己在身上绑了那么多层铁皮。他们刚开始觉得纳闷，后来砍破我的衣服，看见我把一层层铁皮绑得像中世纪盔甲，他们气疯了，要开沙场车来撵我。警察及时赶到，我活了下来，人们称我为过江龙，但我也因此付出了代价，被判入狱20年。入狱后，我本来以为人生完了，直到我发现自己即将要有一个孩子。我温柔地对诺诺说，为了当好一个父亲，我积极改造，提前5年出狱，只为了不错过你长大成人的那一天。诺诺吞了口唾沫，他呢喃道，为什么这些年妈妈从来不和我说？那可是黑恶势力，我们敢说吗？我们担心仇家找上门，这些年甚至不敢让兄弟们资助你母亲，也不敢让人知道你的身份。那你都回来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指着身后那群兄弟们，我说，你知道为什么15年了，大家依然捧我做董事长吗？诺诺摇头。一个兄弟悲痛地说，龙哥那时候没有子嗣，我们每个人都上有老下有小，直到他入狱了，我们才发现他对生死牵动了手脚。他提议抽签，可打从一开始他就已经决定了为我们豁出所有。我对诺诺苦笑道，我那时不知道你的存在，我甚至傻乎乎写了信让他重新找个男人，如果我知道他怀上了你，我绝不会逞强。那年我选择抛弃了你母亲，也正是因为这事，我才觉得没脸和你说好了，你们都别跟着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什么黑道人物。兄弟们变得有些紧张，求助性的看向诺诺。大小姐，龙哥不肯回远大，也是因为他重情重义。他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不要我们的金钱回报。15年前我们弱小，任由黑社会欺负，只能受他保护。15年后，今非昔比，也轮到我们报答这份恩情了。你就劝劝龙哥，让他回远大吧。我皱着眉说，你们都走吧，我当初不是为了图你们回报的，以后来我摊位买个盒饭，就算是支持我这份兄弟情了。人们左右为难。诺诺忽然说，可是我想当富二代啊。我愣了。我说，我在监狱里学会了一个道理，做人应该脚踏实地，靠自己的勤劳双手创造财富。怎么？难道你15年前反抗提刀不是用双手，而是用双脚？这是偷换概念。诺诺急了，我想当富二代啊！你入狱15年，害我和妈妈受苦15年，现在别人主动来报答了，你让我当富二代不好吗？你让妈妈当富太太不好吗？我说，这是关男人的尊严，帮兄弟出头怎么能要钱当回报？他擦着眼泪，带点憎恨地说，我才不管你是不是什么过江龙，如果你拒绝下去，我会永远恨你。今天为了面子，害我和妈妈劳累一辈子。我说不出话了。我犹豫片刻，最后转头对他们说，如果你们真想报答我，那个学校食堂能买下来给我吗？兄弟们一听，连忙凑了上来。龙哥，一个学校食堂肯定不够，要不这样吧，远大集团有2万员工，25家食堂，要不全都承包给你，我们签合同，你先拿去经营，明年再给集团租金。那怎么行？那不等于免费拿吗？龙哥，都是兄弟，计较什么啊？我很想拒绝，但是为了诺诺，我只能放下男人的尊严，收下了共计26家食堂的承包权。我不太喜欢这样，我觉得做兄弟在心中要金钱回报是不对的。1个月后，我买了2台保时捷，1台送给老婆开，1台镶满钻石送给诺诺当摆件。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，我想算了吧，顾好自己的小家比什么都重要。男人面子什么的，丢了就丢了吧。诺诺不再变得流里流气了，而是很认真学习，成绩开始稳步上升。他说自己要考上餐饮管理，以后好帮我打理家业。看到女儿学乖了，我很感动。诺诺也偷偷在日记里写，我讨厌过江龙这个名字，以前觉得这个人很酷，得知真相后才发现这代表我爸爸以前是个脑瘫，为了帮别人出头入狱的大脑瘫。爸爸说我不学好是傻，可我觉得旧年代的人才是好傻，怎么会有人愚蠢到替别人出头坐牢？这么愚蠢的人竟然还好意思教我好好做人。但他现在变得很有钱，
虽然他拒绝了董事长的位置，可他太有钱了，一个月赚好几百万，还不用承受远大集团的经营重担，每天都有很多时间陪我们。我现在变得很爱他。爸爸还说等我18岁送我法拉利，我好爱他。我失去了15年的父爱，幸好他有足够的金钱弥补我们。我要好好读书，把这份家业牢牢抓在手里。我爸很蠢，每有落魄的兄弟或亲戚上门，他都借几十万出去，那些人却从来不还钱。他太蠢了，他说是兄弟就不能催人还钱，否则就丢了义气。他讲义气不是好事，说不定哪天就为了义气散尽家财。我要早点学成接班。我偷看着他的日记，深深叹了口气。女儿真的一点也不像我，都怪我，这失去的15年，她一定很辛苦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我要加倍去弥补她，以后再也不借钱出去了。女儿已经觉得我是脑瘫了。